Hello， 大家好，我是建哥。之前呢，我们有做过非常多的数码产品的评测，有台式机的测试、笔记本的测试、显示器的测试啊、外设的测试，甚至连耳机的测试也做过，甚至一些家电类的评测我们也做过。那这次呢，也是非常有幸受到特斯拉的邀请，他借给我们3天他们目前最高端的特斯拉 Model X 的电动车给我们体验。那我想就通过这3天的电动车的体验，跟大家聊一聊，那特斯拉的这个电动车呢，它是否值得购买呢？那根据汽车区的传统呢，上来好像先要来一段大升格啊！这次是跟舞蹈区 UP 主夏苏和乌奈合作的。那我们来看一下 Model X 的外观。那因为呢我不是专业的车媒，所以说只是一个普通的车主的眼光去看的，所以说有些不专业的地方呢还请见谅。我们这辆 Model X 是长续航的升级版，77万起步，冷光银的车漆，1万4。说实话，这个银色呢有些偏暗，有点和黑色的区分度不大。那车的前挡风玻璃是一整块的大玻璃，延伸到了驾驶员的头顶，视野非常好。但是相应的，车的这个 A 柱呢就实在太粗了，会阻挡一部分的侧面视线。另外，整个的玻璃顶部却没有天窗，夏天的时候就会非常晒。Model X 的最大特色就是这个后排的欧翼门，开门的时候，当翼门缓缓升起到展开的时候是非常帅的，很有科技感，能体现出是辆100万元的车。但实际上，冬天开门的时候呢，冷风呼呼的吹进来也是很难受的，而且一些狭窄的停车位里是没法开门的。车门都是自动的电动门，人走到车门前会自动开启，非常的智能。驾驶员的门关闭的时候，只要踩住刹车就可以了。那整个上车过程是不需要手动去开门的。另外，关门的时候也有电动的熄门过程。那习惯了特斯拉的自动开关门，以至于在拍摄的时候，上下奥迪油车的 SUV 的时候呢，总是去忘记手动开关门。轮毂是20寸银色的，黑色的22寸轮毂的话就要加5万2。标配是2排5座的，我们是6座的3排，每座2排就要加6万块钱。那主要是第2排的座椅它改为电动的，大概有个这么大的空间，也有个自动的水杯架。那后排的乘客的乘坐体验还是非常不错的。Model X 第3排的2个座位是可以放倒的，作为储物空间的，空间还是挺大的，但还是适合放一些比较多的小体积物件。长体积的物件摆放的话，还是空间不太够。就比如说我们的爱图仕 300D 的这个灯架的话，就会顶到第2排的座位。所以我个人还是更喜欢7座的版本，不仅价格便宜了3万块钱，而且第2排可以放倒，储物空间更大不过相对的7座车的话，就没有6年免检呀。另外，我们这辆车是有完全的自动驾驶能力的，又贵了6万4，一套下来是91万。虽然我们这次体验的是 Model S， 但特斯拉2次引起热议，一次是去年10月 Model 3的大降价干到20多万元，一次是1月初的 Model Y 大降价干到了30多万。当我们在4S店拿车的时候呢，正好有位销售在和之前购买的车主去解释这件事情，大概就是降价是因为新车是国内生产了，自然成本要比美国生产要低一些。那果然是特斯拉，销售说话也是直言不讳。这个问题的话，我是从2个角度看待的。其实特斯拉相比传统的油车的话，它更像一个电子产品，而电子产品随着时间的降价是非常正常的，早买早享受，晚买可能有折扣。当然，目前的显卡市场除外。其二，特斯拉本身就是和上海市政府签有对赌协议的，上海超级工厂从2023年底起，每年需要纳税要多少个亿，所以说不能达成这一条件的话，就必须要归还相应的土地。那么国产特斯拉降价走量是必然的趋势。那么我也不是专门的车媒，没有办法去做很严格的去分析那国产特斯拉和进口特斯拉有多大区别，更多还是一个车主的角度去谈一谈驾驶体验。那我们的第1天就是从特斯拉的驾驶开始，首先就是这个车钥匙。Model X 车钥匙就是一辆迷你的模拟车，你按上车钥匙上对应的门的按钮就可以开门或者关门，确实和油车的车钥匙感觉不一样。其次就是启动和刹车。那 Model X 作为电车，它是由电机驱动的，踩下油门就能立即感受到轮胎的转动，而且加速非常的快，很有那种推背感。
而油车的启动时候呢，踩下油门的时候都会有个短暂的延迟，这点在等红灯的时候特别明显。那油车的话，如果要踩着绿灯驶出去的话，需要提前1到2秒去踩油门，而特斯拉电车的话，完全可以看到绿灯了以后再启动，而且旁边的土动车是根本追不上你的。但相应的，电车一旦松开油门，就进入了动能回收模式，在低速行驶的时候呢，车轮就马上停止转动了，不用刻意去踩刹车。不像油车的话，可以不踩油门的话的情况下，可以怠速行驶。甚至说一些老司机可以做到完全不用刹车，就单脚去踩油门去控制电车。但是我还是坚持认为，减速的话请踩刹车，因为没有交规和车企告诉你动能回收可以代替刹车。当然，如果说你实在不习惯电动车这些特性，也可以关闭这一动能回收功能，这样的开车体验会更接近油车，但一定会影响到续航。有车主反馈，最新的磷酸锂铁版的车机版本，它就取消了关闭动能回收的选项。那这点我也不好去多的核实和评价，只能说的话，这一功能对我的影响不是很大。我自己开了半个小时的话，就大概适应了这个特斯拉的动能回收。切换到开油车的话，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另外呢，我们说一下特斯拉的车机，它就像一个平板一样，那可以用触控的方式去操纵整个汽车，甚至呢，你还可以用车机去玩赛车游戏，还是用的特斯拉的方向盘哦。好，我们看到前面这个车的这个轮胎在原地打转，前面坐2个妹子不知道在干嘛，让我们上去看看。再快点，再快一点，再快点，再快一点，再快一点，哎，再快一点。锤你！哎，我第6名。看我马上就赶上。哎，这个。快点，哎，加油，快点，快点。干嘛呢？这个？哎呦，川道警官好，川道警官好。哦，你看，我们这个是正在体验特斯拉 Model X 的它的最新的这个车机的这个性能啊！特斯拉吗？这？哎，这就是特斯拉啊！对，这个警官，你再看什么游戏啊？你看，要不要一起来这体验体验？来，我也要玩，我也要玩。来。有车的警官，你不是应该坐到前面去吗？好。不过说实话，实际开车操作的时候呢，触摸板还是没有旋钮和按钮这样的机械按键方便。你开车的时候，你想开个空调的话，是可以直接用手摸到机械按键的，但是触摸屏操作起来的话就非常的费劲了。接着我们说一说 Model X 的续航和充电，车机上显示的里程是500公里。但实际上，根据我开下来经验的话，这个里程大概就是60到80公里每小时匀速行驶的续航，是具有一定的参考性的。但是否开关空调和座椅加热，是否有突然的加速，是否在高速行驶，都会影响到实际的续航表现。车辆我们3天都停在了室内停车场，所以并没有发现特别明显的晚上的掉电。我特意在半夜从珠江路走内环东线往机场高速测了段续航，最后返回珠江路的爱上天地的特斯拉超级充电站充电。基本都是走的高架隧道和高速，半夜的话车也很少。出发前显示的续航为219公里，空调打的是低的，室外温度大概是1度左右。整个行程车机记录的是56公里，行驶了59分钟，电量掉到了117公里，掉了102公里的续航，平均能耗是313瓦每千米，也就是说1公里的话0.3度电。整套用了17度的电，相比下整车之前的平均能耗的话，每公里大概是0.25的话要高一些。但算下来的话还是很便宜的。如果说你用家用的电去充的话，基本就是不要钱的感觉。当然，我在高速上猛踩油门加速的时候呢，我甚至能看到续航公里数值在掉有些夸张。在行驶到120到140公里每小时的时候呢，车的实际掉电量差不多是行驶里程的2倍左右。那在进入到主城区道路行驶以后呢，车速慢了下来，掉电量就基本和实际的里程差不多了。如果说空调开得大一些，座椅再加热一些，那续航的话还是会受影响。那像我这样的开法的话，那整车大概就是250公里的高速续航。对于一些出远门的朋友的话，确实有些不方便，需要去找充电站。所以说，我们看一看特斯拉的充电。我们这辆是4S店的试驾车，所以在特斯拉超级充电站充电是不要钱的。超充的位置也显示在特斯拉车机的地图上。那在珠江路上，距离我们最近的是工作室门口的温莎 KTV 的一个充电站。那开出停车场的话就是了，但是基本没办法使用，它只有一个充电桩。而且温莎 KTV 你也懂的，晚上豪车违停都到路边了你都没有进去消费，怎么可能有位置给你去进去充电呢？所以说我们还是得去2公里以外的爱上天地的超充站进行充电。这个超充站很大，有大概10几个车位，车位是带地锁的，那必须要输入特斯拉车机里地图上的密码才能解锁，所以不用担心非特斯拉的车去占用充电位。充电电费是1.81元1度，那确实相比自己在家充的话要贵一些，但是这个价格包括了充电桩的费用，还有停车位的费用。在充电的时候呢，停车费是免费的，但是充电完成后5分钟内的话，你还没有离开充电位的话，去停到别的正常停车位的话，就会收取6块4元每分钟的超时停车费。这个初衷肯定是希望充完电了就不要占着充电位了，但是价格确实有些夸张。
人要停车的时候上去吃个饭，你还得掐着时间。充电的时候大概是1小时充满。那充电策略和手机类似，一开始的时候是低电量充的比较快，这里显示每小时可以充900多公里的续航，但这个数字一直在掉，充到快满电的时候呢，充电速度就慢了下来。那这个充电时间其实对于电池而言相对来说已经很快了，但是相比油车来说确实还是太慢了。如果说你在城市里通勤还好，没地方去吃个饭休息一下，但这如果要上高速的话，你是不是要每开个3小时就要充1个小时？这谁受得了？所以这里不是说针对特斯拉，而是所有的电车还是适合在家里面去停车位去安装充电桩。目前的话，特斯拉的价格是8000元的安装费。虽然这个充电桩的话充的有些慢，但是家用电它便宜啊，这样开车几乎不要钱的感觉。但你首先得有个车位，然后还得让物业同意你去装充电桩。我想满足这2点的，那可能家里都有不止1辆车，甚至说有不止1套房吧。晚上有急事突然要出门，或者说你要出去外地的话，这个时候的话还是油车更方便一些不需要去在乎油量，加个油就是几分钟的事情。但是目前电车的话根本是做不到的。不过说有一天如果说充电站和加油站一样随处可见的话，那个时候是不是使用体验又不一样了呢？不过说实话，未来是未来，现在是现在，买车前都是辛苦赚的。我们既要眺望远方的风景，也要低头看一看脚下的土地。雨 Model S 第1天的这个驾驶体验就结束了，非常的累。我们白天在中山体育公园里面去拍外观，晚上还要测续航，所以第2天我们就休闲一下。我们去了宜家，那工作室先挂了一个4000块钱的 U 派投影仪，也摆了电视盒子和 PS Pro。平时吃饭或者工作累的时候呢，可以玩玩游戏啊，看看视频啊，所以就想买个沙发。我之前的轿车呢，空间太小了，连个大点的桌子都放不下，所以说一直等着这辆 Model X 去拖沙发。不过这里不得不吐槽一下宜家，它居然所有的3座沙发都没有现货，甚至我们想要买个躺着这个很舒服的躺椅，居然也是期货，有点扫兴。所以最后只能抱了一个2座的沙发走。那其实这里说一下，特斯拉 Model X 的空间容量其实很大，但是长度不是很够，这种偏长的物品还是得调节第2排的座椅才能勉强的塞进去。因为我们是6座的版本，第2排是电动的座椅，又贵还没有办法放倒，反而7座的非电动的座椅版本，它便宜了3万块钱还能放倒。6座的话，后排乘客坐的更舒服一些，7座的话更适合拖物品。很快就是第3天了，熟悉我的观众都知道，我大学毕业就校招进了上海铁路局，在南京供电段工作，顺带兼职做的极客湾的很多事情。到后来辞职离开体制，全职去弄极客湾，再到后来离开极客湾，自己创立了潮玩客频道。这里也是借着开长途，再感受特斯拉的驾驶，给大家看一看我老单位的工作环境。我当时所在的工区是在6合站，是一个没有客运业务的火车站，也就是说客运列车是只路过不停车的。开车去的话要经过南京长江2桥高速，离开单位3年了再开这段路，其实心里也是颇为感慨的。全程大概是50公里，长江2桥的话虽然是高速，但实际上非常的堵。我们没有 ETC， 那光进收费站就花了很长的时间。整个高速的话你也开不了太快，大部分情况下只有到60到80公里的时速，而且那天没有开空调，所以说只用了70多公里的续航。因为车速不快，高速上的话又很无聊，所以我们就开启了特斯拉自带的辅助驾驶功能。这个只是所有特斯拉车都自带的基础版的 Autopilot， 不是那个花6万选装的。基础版的话，它支持自动的车道保持和全速域的车速控制，我们觉得已经够用了。毕竟选装的完全自动辅助导航驾驶的话，说是能根据导航去自动变道，讲实话我们有点慌，毕竟这车是借来的。高速上的话车流量又大，还是稳妥第一吧。特斯拉的自动辅助驾驶其实就有点类似于之前大学里面不少人搞过的小车的自动行进，你在地面上就画一个线，然后让车通过传感器跟着线走。不过小车的线是你自己画的，那特斯拉的线是跟着路上画好的车道线，所以说在十字路口很多的主城区道路上是很难开启的，一般适合在高架隧道以及快速大道上去开启。特斯拉会自动检测道路环境符合条件的时候就拨2下挡片就可以了。一种是定速的巡航，在不超过高速限速的情况下按照车道线行驶；一种是跟车行驶，可以自动去调节车距，跟着前车的速度行驶。2个模式的话，系统会自动切换，非常的方便。但说实话，高速上的话，如果车速超过了100，还是不建议开启辅助驾驶。车速太快的话，车辆在自动修正方向的时候，你还是有点慌的，就怕方向打兜了，突然撞上啥东西，一直提尿胆的，还不如自己开着省心。但是在60到80公里的时候，自动驾驶还是非常舒服的。另外，辅助驾驶也可以自动变道，打方向灯后，车辆识别路况以后，就可以按照方向灯去变道。一路的辅助驾驶就来到了老单位。篮场上缺失的玻璃这么多年还是没有修补，那单位里的野猫依旧不怕人。
我们供电站的工作主要是维护给动车供电的那个25千伏的电缆，要在晚上动车停运的天窗期进行，所以下午的话，基本上大家都在宿舍里面休息，室外的话并没有什么人。单位里很空旷，留给轨道车行驶的铁轨，那轨道车也静静地躺在车库里。远处那个蓝色的房间就是我们的料库，国企嘛，就是经常需要整理料库来做检查。整个战场非常大，是由一个货场改造而来的。龙门吊已经拆除了，只剩下生锈的导轨还静静地躺在那里，旁边杂乱地堆着公务段的整轨，有一种废土末日的苍凉感。远离闹市区的喧嚣，远离各种尔虞我诈的撕逼扯皮，在这里静静地面对铁轨和电线，也未尝不是一种解脱。那日常训练的电杆还默默地伫立在铁轨旁边。那我们刚入的时候的实操培训，就需要爬上电杆去更换这个绝缘子，那下面人用绳子拉，一个人在上面换。正好这个时候来辆动车，就突发奇想，想来试一试电车的加速。毕竟在一个封闭的路段，油门可以踩到底。这里不得不感慨，电车的加速是非常快的。我们一脚油门从零起步，居然在极短的时间里面就勉强跟上了动车的速度。不过这里说实话，主要还是宁齐铁路它在六合站这边转了一个90度的大弯，所以动车速度不是特别快。不过拍出来特斯拉电车去追动车的话，还是非常有画面感的。零几线因为是既有线改造，所以还是会跑少量的内燃车。这种普速车的话，我们叫油门超上去的话，还是非常轻松的。所以我们走之前还是蹲了10个漂，又去追了几次动车。135年前，卡尔本茨造出了世界上首辆的3轮汽车。几乎同样的时间，尼古拉特斯拉和托马斯爱迪生两位伟人因为交流电和直流电产生了纷争。时间跨过1个100年，2003年，我国第一条时速超过200公里的高速铁路秦沈客专通车。同年，特斯拉汽车在硅谷创立。5年后，我国第一条时速350公里的京津城际通车。同年，特斯拉第一款汽车产品 Roadster 发布。而现在，高铁早已融入了每一个中国人的生活当中，造就属于华夏儿女的速度。而特斯拉电动车已完成国产化，并且越来越多行驶在神州大地上。随着国家对新能源产业的愈发重视，更加环保的新能源会慢慢的替代传统能源。虽然目前以特斯拉为代表的电车还是有很多的不足，但希望整个新能源的发展就像这辆和特斯拉一起飞驰的动车一样，一起去驶向美好的未来。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啊，不知道你是否会去购买像特斯拉一样的电车呢？欢迎留言弹幕与我们交流。有关观众别忘了点一个小铃铛和点一个赞，因为我们是全职 YouTuber， 你们的点赞对我们非常重要。如果想了解更多电脑资讯的话，可以关注我们微信公众号潮玩客 CLK。如果想购买电脑的话，可以来我们的淘宝店铺潮玩国度数码或者淘宝特殊商品潮玩客。这是潮玩客，我是建哥，我们下次再见，拜拜。